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宝。今天呢，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技巧，什么技巧呢？绝对找得到停车位的技巧。好像在卖直销，但这其实就是我平常都会做的日常练习。而我的日常练习做到后来呢，就会发现所谓的显化，所谓的吸引力法则啊，显化一个停车位，其实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。那到底要怎么样来做这件事呢？可以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。这个故事呢，要从我几年前曾经跟有4个朋友，我们5个人一起集资买乐透开始。我们每个人就每个礼拜就买250块，就是5张大乐透。然后我们就想说，我们就试着为期1年来做做看，我们到底能够赚多少钱，到底能够中多少奖。你看，花了1万多块钱，后来只中了一些很小的奖，连本金都没有回来。因为大概呢，在集资1个月、2个月之后，都只中一些小奖，或是没中奖的时候，我们的那个朋友的群就会开始出现一些很负面的声音咯。好比说，是不是因为我带赛，所以我们才不会中奖？然后另外一个就说，没有啦，我知道我自己本来就是一个没什么偏财运的人，应该是因为我吧。然后我常都要负责担当那个，就是没有，大家不要往那边想，我们要把我们的目标就是集中在我们的那个中奖的这件事情上面。而且我那个时候还甚至就是拿了一个就是小卡片，每一个人都写了一张梦想卡，就是如果我中了1亿的话，我要去买什么，我要去干嘛的，每个人都写了，然后我们还把它放到钱包里面哦。可是随着日子过去，共估的次数越来越多的时候，大家的负面能量真的太强了，就想说这么多次都不会中了，所以我们不可能会中了啦，我们是不会显化的一群人，就是大家已经负能量到了那个状态了，所以后来我们就关闭了这件事。但这件事后来才让我更明白了什么叫做所谓的秘密，或是吸引力法则。其实宇宙给我们的永远都不是我们想要什么，宇宙能够给我们的是我们是什么，我们内在的品质是什么。说到这个的话呢，大家如果有兴趣，可以看我们之前分多期有讲过一期关于吸引力法则的影片，看看高龄怎么说。因为当我们很想要一个东西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发出去的讯号是我缺乏这个东西。我很想要钱，是因为我现在很缺乏钱。所以一个缺乏钱的能量，它会去共振出来的频率，就是跟这个相关的所有的事情。那我们再带回到怎么找停车位。宇宙会给什么样的人有停车位呢？就是你一定会有停车位的人，他是不是就一定会给你停车位？所以你要能够先相信你自己，就一定是有停车位的人啊。我在找停车位的时候，我是这样子的，心里面想的都是宇宙今天把我的位置留在哪里呢？让我来找找看，因为我知道一定有我的位置，但是我只是不知道宇宙放在哪里而已。所以呢，我就会去找宇宙当天他认为他适合当天的我所停的那个位置。我并没有说这个位置一定要在餐厅的门口，我并没有说这个位置一定是不用付钱的，但是它一定是当天最适合我的位置。那为什么是当天最适合我？也许我当天不一定晓得，但是当我需要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就会得到答案。就很像那个玩捉迷藏，今天宇宙把我的停车位停在哪里呢？这个路口左转还是右转？感觉是右转，好，右转。下一个巷口，直走。一开始我在试这个方法的时候，坦白说，我也觉得就是好像就是玩游戏啊。好，就当做我被骗好了，我不管，我就是试试看，然后我就自我催眠自己这件事情。那我大概做了半年、1年，然后我就发现，有效而且有的时候回头来看，都觉得在那么繁忙的时间点，都市最热闹的地方，我竟然可以有一个在店面正门口的位置，是神机啊！所以后来好几次以后，这个信念就会不断的被我强化。其实外在的证据跟里面就会不停的交流。我就成为了一个容易找停车位体质的人，所以每次呢，到后来，我只要跟朋友开同一台车，朋友都说有大宝在的话，位置很好找啦。你看，我就会成为这样子的一个人哦。你要想的是，如果我是一个要有停车位的人，那我要具备什么样的品质？然后从这个样子的方式先去相信，然后先去开始做，然后你会从外面去找证据来符合你里面的内在的信念，然后最后面它真的就会形成一个这样子品质的循环。以上我讲的关于找停车位的技巧，都有写在我的书里面，麻瓜通灵日记哦，里面有非常多精彩的篇章，还有很多日常灵性练习的技巧，大家有兴趣的话呢，可以去找它来看。最后还是提醒大家，如果还没有订阅我们频道的话，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然后也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，支持我们更多。谢谢你，拜拜。